本来这个充电头我们计划是做一个视频的，结果测试的时间长了一点，我们就分成2个视频来发。这个视频就是拆解它，咱们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拆解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充电头的构造，它这个后面是一体的封死的，封合处在这个地方，它这个契合度不是很好，我们就这样搬试一下，看能不能把它搬开啊。这样是搬不开的，我们用撬棒来撬这个缝隙。这样就可以直接把它撬开了啊！看一下这个充电器内部，用钳子把这个板子夹出来看一下。这个根本就不用钳子啊，直接这样就可以把它拿出来。这就是咱们把这个白色硅胶清理过后这个主板的样子，大家看一下，它中间没有隔离罩，但是这个电路板上面它出自极分离是很明显的啊，就一个光偶进行连接。然后这边的插件的话，它该有的安全的元器件它都是有的，毕竟这是一个经过了3C 认证的一个充电头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充电头的内部的主板，我给大家做个展示。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些插件全部都取下来，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款充电器的元器件和芯片使用的情况。这就是咱们拆解下来这个充电器所有的元器件都在这里。咱们就是现在从220伏的输入端到输出端，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充电器。这个就是这个充电器的插头，这个为不吸磁的设计，为铜质材料。这2个金属夹片为夹住这个插头的一个簧片。连接在输入端这里有一颗2.5安耐压250伏的一颗慢恢复保险丝，输入端这里还有一颗黑色的 NTC 抗浪涌电阻，这一颗电阻的作用就是防止我们插插头的时候，这个220伏的浪涌电流损坏我们的充电器。贴片式的整流桥适应型号 ABS210， 这是一颗2安耐压1000伏的一颗整流桥，将220伏的交流电整成脉动的直流电。2颗高压滤波电解电容均来自湖南的爱华，这家公司是成立于1985年，是我们中国一个老牌的铝电解电容生产厂家。一颗容量是400伏15微法，另外一颗是400伏10微法，总容量25微法。这一颗是起到滤波作用的一个工字电感，内部是工字磁芯，外套热缩管进行保护，也是起到滤波作用的。这一颗为高压磁片电容，容量为1000匹法，耐压1000伏，主要作用是存储电荷，平衡电路中的电压，保证电路的正常工作。这一颗小的电解电容，耐压50伏，容量10微法，是给主控芯片进行供电用的。这颗电容上面品牌是 JWCO， 这是来自江西嘉维城电子科技，成立于2002年，也是国产老牌电容器厂家。电流经过整流滤波就进入这颗主控芯片，这个芯片的适应型号是 SP6638， 来自无锡硅动力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。这家公司成立于2003年，是优质电源管理集成电路产品设计与制造的公司。这颗芯片是一颗电流模式 PWM 控制芯片，内置功率 MOS 管，用于功率在18瓦以内的方案。该芯片的启动电流和工作电流设定比较小，以此减小待机的功耗。内置有斜坡补偿电路，改善系统的稳定性。芯片内置多种保护机制，提高安全性。这一个就是这个充电器的一个变压器，这上面有适应型号 PD 20瓦。这个变压器的细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初级，这边是次级输出。这一颗为光电耦合器，这颗光耦横跨于初次级之间，负责隔离反馈，调节电压输出。适应型号 817C， 来自湖北匡通电子。这家公司成立于2003年，专门从事光电元器件制造的一家公司。这一个是输出抗干扰的 Y 电容，电容上面有安全认证的标识。这是次级的其中一面，有2颗电容，这一面是次级的另外一面，有2颗芯片。次级同步整流控制芯片，
同样是来自无锡硅动力微电子，它的适应型号是 SP6516，是一颗高性能的开关、电源、次级同步整流控制器芯片，支持 CCM、QR、DCM 等开关电源工作模式的应用。芯片内置耐压60伏的低类组 NMOS 同步整流开关管，可以提供高达3安电流的输出，还内置了高压直接检测技术，耐压高达150伏。配合硅动力的主控芯片，可以有效精简电路，降低适配器的成本。这是2颗输出滤波电容，一颗为低压滤波电解电容，这一颗耐压16伏，容量470微法，来自东莞市创汇电子有限公司，成立于2004年，是一家有20年生产电容经验的厂家。另外一颗为固态滤波电容，同样是耐压16伏，容量470微法，这一颗来自广东肇庆的绿宝石，一样的是成立于2004年的一个老牌电容器厂家。位于2颗电容的中间，这里还有一颗稳压二极管，用于稳定输出电压。这一颗芯片就是这个充电器的 USB 协议芯片，适应型号 XPD318，来自深圳富满微电子。这家公司成立于2001年，是一家集成电路综合方案提供商。这一颗芯片是集成 PD 3.0、华为 FCP、SCP、OPPO Work 2.0 等等多种协议的一颗芯片，难怪对 OPPO 的系列快充比较友好啊。这颗芯片最高支持36瓦功率输出，集成硬件物理层协议和协议引擎，无需软件参与编解码，内置输入输出过压牵压保护。这就是这一个充电器的 USB 协议芯片。这个就是这个充电器的输出端口，外面有一层钢套进行保护，内部舌片做工也算是可以的吧。这个是 PC 主燃材料主壳体，充电器的前盖壳体，它也是 PC 主燃材料。这个10米的 PD 充电器评测和拆解都做完了。实话实说，这个充电器29.9块的价格，确实比那些假货高仿强很多。该有的元器件一个不落都有。文波控制都在安全范围以内，甚至更低，功率输出符合20瓦该有的水平，做工跟大品牌比，这个充电器确实还有差距。我觉得应该认认真真做好自己的产品，来吸引用户才是正道。把产品做好了，消费者自然就会看好这个品牌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喜欢我的视频的老铁们，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视频的动力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